为了赚点香火，我给一群猴子做了几个大罐子。今天就是交货的日子。都跪下，拜土地公！这些野兽猴子竟然也能贡献香火，眼前带来的都有300-400号。猴精说他有2个山头的小弟，那至少得破1000。要是这些野兽猴子每天都能贡献香火，那就是1天1000的进账啊！算了，眼馋归眼馋，不能把自己撑死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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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土地公给的，那庙里土地公灵验的很，磕几个头就给。来拜土地公，磕头就送陶器。来拜土地公，磕头就送陶器。虽然没有猴精那种大客户，能来就行。周围的精怪都拿到陶器了，除非他们不小心打碎，或者又有新的需求，不然不会再跑来了。他们用陶器的时候，或许还会念到土地公的名号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周围那些精怪最想要什么？修炼法术。回答得很好，继续吃饭吧。精怪肯定都喜欢修炼，也都想学厉害法术。可问题是，我自己都是门外汉，我最多教你们一点做人的道理。真说修炼和法术，我也不懂多少。你们现在修行还是靠最原始的吐纳天地灵气，采日月精华，法术也就土咒、火咒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化形，这个别提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讨风这东西太逆天，不像这个世界该有的力量。我还不想把自己那点秘密暴露出去。好吃的，好吃的当然有用，可给他们吃，你就要饿肚子了。养着精怪，让他们每天磕头，确实可行。可我没那么多食物储备。硬砖，能打架用的硬砖。对啊，趁手的硬东西。一件趁手的硬物，对战斗力提升最直接。一个趁手兵器的价值比100只陶碗都重。陶锅、陶罐这些日常器物，精怪们当然也需要，可他们最想要的是能护身、能打架的东西。不行，没有材料，做不了。上次那些铜矿石已经全炼成铜锭，让胡二拿去换粗盐和布匹了。师傅，外面不全是泥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挖池塘的时候，挖出来的都是啊。这个，对呀。谁说只有金属才算趁手？我大板砖就这么没面子吗？等等，明目张胆送板砖，会不会减少功德？我一直想让你们积攒功德，减轻以后雷劫的威力。要是你们做出来的板砖最后造下杀孽，会不会牵连到你们？不对，不对。我造的是建材，别人拿回去不盖房子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。
管我什么事儿？本来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不卖钱，我让他们磕头白送，要找也找不到我身上，更找不到你们身上。干！土地公，这些罐子长得好奇怪啊！这不是罐子，这是砖。砖干什么用的？当然是盖房子用的。拿回去怎么用，看你自己。我还是要罐子。你们就不会开动脑筋想一想吗？好的教不会，坏的还得看悟性。土地公，我来上供了。你倒是守约，每个月3次，1次没少。来都来了，先给土地公磕一个。土地公，这是什么？砖，盖房子用的。这才叫聪明才智，还得是猴子啊！土地公，我们也想盖点房子，不知道能不能换些板砖回去？可以，只要拿重的果子来，随便换。快，回去搬果子！手上的活儿都放一放，来大单了，咱们的新产品要火了，赶紧备货。都放门前，一猴一块，不许抢。你也配叫吉吉？今天就让你知道，谁才配叫这个名字！撕了他们！抓我，咬我，好，全给我拍回去！看见没有？这才叫吉吉！土地公，我要买武器。送客。可那板砖，我身为土地公，守护一方水土，庇护一方生灵，怎么会出售武器？可那不就是板砖是建材，明白吗？建材，盖房子用的。土地公，我想换点建材盖房子。好说，家里有物产就拿物产换，没有物产烧香磕头也行。拿稳了，别砸脚。你的建材。
你们倒是会做买卖。听话，不惹事，还能每天稳定贡献香火。行，留下吧。大黄、二黄、三黄、胡三，这是咱们仙家的新成员，你们要当家人一样对待，明白吗？师傅放心，我们不会欺负他。我们现在吃熟食，不吃生的。还有盐，谁还吸血呀？他既然进了土地庙，就是自己人。那就好。你毛发灰色，就以灰为姓吧。你就叫灰衣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灰家就是仙家的第3个家族。黄家五化为土，擅长挖穴打洞；胡家五化为火，天生掌握虎火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本事？师傅，他说他五行为金，对金银珠宝有很强的感应。他还说，他第6感很强，能提前感觉到危险。感应金银珠宝，还能预知危险，这哪是小老鼠，这是搜宝鼠啊！这么小，竟然还有这种本事，赚了，真赚了。今天换来的果子又堆满了。最近来磕头的野猪精、山猫精太多了，周围的鸟兽不是被吃了，就是被吓跑了，好几天没吃上肉了。师傅，他说他喜欢吃果子，没有肉也行。放心，等过了这一阵，给你好好做一顿大餐，补补。要不让他们用猎物换板砖？不行，他们捕猎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可如果猎物能换东西，就会变成没有节制的杀戮。这一笔笔血债，最后都得算到我头上。可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一大群野猪精、山猫精、蛇精在周围徘徊，猎物都被抓光了，我们也吃不上肉。土地公，再这么下去，明天来的只会更多。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走。师傅，我们多做点板砖，他们拿到足够的板砖，自然就走了。不行，板砖是消耗品，很容易碎裂，一天只能获得1块，可打一架不知得消耗多少块，多少才能满足呢？师傅，他说不是板砖不够，是他们拿板砖太慢，一天能拿10块8块就走了。10块8块，我们一晚累死累活才做1000块，真给他们18块，一转眼就发完了，谁还来磕头？师傅，他说可以让精怪帮咱们挖坑，用板砖当道墙，坑挖的更多，板砖做的更多，他们拿够了也就走了。对啊，挖坑谁挖不是挖？为什么非让大黄挖？大黄这种人才，就该留下做板砖。100个，一天就是500块板砖。吉吉手上除了野果也没别的东西了，板砖生意本来就快做不下去了，可他有劳力啊，这么多猴子能干活。这些猴子虽然不是精怪，
可也有脑子，挖土拔草、清石块，这些简单活都能干。为什么不顾他们开荒种电呢？吉吉完全可以当个包工头，给我输送劳力啊！开吹那会儿，大黄他们还没化形，小身板干活不方便，才开了10亩地。后来他们力气是大了，可春耕已经过去，现在快到夏天了，还能再种下一季。我要多开些地，要是能把吉吉这支劳务队留下来，几百亩地也不是不行。不求精耕细作，让这些猴子在地上戳个坑，把种子丢进去就行。就算收成再差，也不至于没有。只是该怎么说服吉吉呢？要是把这批猴子留下来，开荒种田就不缺人手了。师傅，吉吉猴王对这些家人不怎么好啊，哪个稍微慢一点，他就冲上去一顿暴打。那些都是战败族群的成员。吉吉打败过一个差不多大的猴群，地盘和成员都被他并过来了。山林里打输了，就要让出地盘、果树、巢穴，还有原来的族群位置。胜利者会占有失败者的一切。对他们来说，输了就是换个族群，换个首领。对熊猴来说，打输了多半是要丢命的。吉吉没把他们杀掉，已经算仁慈了。那不就是奴隶吗？差不多吧。怎么，你要插手？看不惯归看不惯，吉吉跟咱们非亲非故，他怎么管手下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今后咱们皇家不允许有奴隶的出现，所有皇家成员都是顶天立地的人。我们胡家也一样。好了好了，言归正传，咱们怎么说服吉吉猴王把这一群奴隶留下来呢？要是真能留下来，咱们也能照顾照顾他们，是不是？吉吉猴王不是想要板砖吗？咱们给他就是。那些战败的猴子，他留在族群中也不放心，肯定乐意交换。100只猴子，咱们会不会养不起啊？就算养得起，一次做100多份饭菜，胳膊也会累断的。怎么又跑题了？现在讨论的不是吃饭问题，而是咱们怎么从吉吉猴王手里得到这些奴隶。我们可以给他足够数量的砖，或者给他更坚硬的板砖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太大了，哪怕普通的野兽猴子拿着板砖以后，战斗力都翻倍暴涨。我觉得板砖上可以带一些尖刺，增加威力。我觉得板砖可以做得更重一点，杀伤更大。我觉得咱们可以把板砖做成圆形的握柄，更方便抓握。停，先别我觉得了，板砖是建材，是建材。咱们不使板砖是让精怪们盖房子用的，咱们是在做功德，懂吗？师傅，俺觉得可以在板砖上刻一个德字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师傅说的，以德服人。这些战败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呢？不怎么处理啊，当然是当成我的子民。你的子民都是吃不饱肚子，每天还要挨着鞭子干活吗？土地公，这些家伙是我死对头的，被我们打败之后一直不服气，背地里总是搞事情。我把他们拉出来，也是防止他们干坏事儿。原来如此，借着板砖赢得太快，吞下来的猴子又太多，压不住，就成了隐患。你的势力好不容易壮大1倍，如果把这些青壮都耗费了，你得多少年才能补回来？10年、20年，还是30年？我也不想把他们逼成这样，可是他们心中对我不满，我也不敢放心的用他们。第一，增强你的实力，让他们生不出抵抗的想法；第二，提升他们的待遇，让他们得到更多好处，觉得跟你混更有前途，他们自然就会死心塌地。这就叫恩威并施。我们的实力提升太慢了，短时间内根本没法提升，而且我也没什么好处可以给他们。实力提升，我帮不了你。帮不了我？你还说什么？毕竟嘛，我是热衷建设和谐美好新家园的土地公，不喜欢那些动物争斗的事。对，我们也羡慕人类的砖瓦建筑，可是没有建材，想盖房子也没办法啊。这个板砖制作更加困难，先选材，太过工序，最后还要749道法术加持。来，上手试试，看看这质感，掂量掂量这分量。哎呦，这也太重了吧！1块顶过去5块，5块也许夸张了，可2、3块肯定顶得上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文字有特殊的功效，还有它旁边这些小字也都大有来头。哦，什么功效？什么来路？镇宅啊，这个字是功德的德，代表功业，也代表德行。旁边这些小字是驱邪镇宅的经文，有它在，普通邪祟就不敢靠近。盖房子是宅，拿在手里就是镇魂啊！好东西，我要！你们族群春天夏天都不愁吃，山上的果子吃都吃不完，对吧？对，是啊。可是到了冬天，大雪一下，你们就没多少吃的了吧？
冬天是难些，不过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其实我们都习惯存野果，放在阴凉山洞里阴干，能留到冬天。秋天还有干果，也能放很久。冬天还能找草根虫子，山里藏着的越冬小东西也能顶一顶。除了老猴子难熬，其他大多能撑过去。不愧是最接近人的族群，已经知道存粮过冬了。你想想，如果冬天你的族群依然能吃饱喝足，还有温暖的巢穴呢？这样，你派一些族人过来，我教他们种庄稼，教他们盖房子，怎么样？种庄稼我懂，能存粮，可盖房子有什么用？洞不好吗？石洞不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住房子呢？下雨天淋不着，刮风天吹不着，还能挡毒虫猛兽。等到下雪天把门一关，那叫一个暖和。老猴子病猴子也能多熬几年。老猴子多活几年，族里就多几分经验。谁都有老的时候，族里能护住老的，下面的猴子才会更安心。难道我以前把板砖想窄了？我包伙食，他包住处，怎么总感觉哪里亏了？到底是哪里不对？说不上来呀。别想了，给你看个好宝贝。胡二临走前扔下的这些破铜烂铁，除了这把山字纹铜剑有点研究价值，其他的破损太严重，留着也没用，干脆全融了。然后贴合吉吉猴王的手掌姿势和抓握宽度，铸造了一块铜砖。这山字只能让他精重1倍，比起原版铜剑差远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足够让他大喜过望了。怎么不是德呢？我喜欢以德服人。培训又不是只有一期，下次培训的时候再给你做一个带德的。下次还等什么下次？我这就再拉100个族人过来。这个铜砖啊，制作的材料更高级，制作的工艺更复杂，消耗的灵力更多，而且需要99、80天的做法才能成功，得等啊！啊，等到什么时候？秋天吧，到时候我会通知你，过来收庄稼，顺便帮我种下一季庄稼。比起挖坑一直挨鞭子，垦荒还能稍微喘口气，他们当然积极。农耕，破土发芽。记不住没关系，下次随时再来。师傅，我出去没多久，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精怪？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之前我一直想着让信徒们主动上门叩拜，现在才明白，白嫖是要不得的，拿了人家的香火就得给人家好处。这不跟做交易一样吗？是啊，没好处的事情谁会去做呢？对了，你这一趟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？师傅，咸条比想象中的更受欢迎，精怪们非常渴求。我控制着出货的量，一个地方少卖一点，这才撑到今天。否则刚出门没走多远就得回了。呵呵，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这倒没有，我听师傅的话，价格定得很低，而且可以用东西交换。那些精怪对我都很客气，应该都是存着长期交易的心思。好宝贝，真是好宝贝啊！这么多矿石都是哪儿来的？难道是矿脉？师傅，我这次出去把那些山大王的家底特产全摸清了。这铜矿石是一个贼精的老鼠精那里换来的，至于这铁矿石，则是从一个只知道挖洞的穿山甲精那里换的。咱们土地庙向北走1天1夜是吉吉猴王的猴山，再往北2天2夜是老鼠精的铜山，再向北3天3夜是穿山甲的铁山。
我没有继续往北，而是转弯向东，走2天3夜。这里有一只黑熊精，它没山头，穷得苦哈哈。不过，它用一个口诀跟我做了交易。再向东，是一片广阔无际的草原，草原上有很多狼群，还有野马群。过了草原，就是大海了。靠海就意味着有取之不尽的盐，现在买的粗盐再便宜也是成本，而大海可是零成本。唉，少说也有1000多里，翻山越岭，怎么也得走上6、7天呢。唉，继续炼铜制盐，卖咸条。师傅，咱们直接制造钱币吧。造假币，那是犯法的，要枪毙呀！等等，我都穿越了，还怕枪毙？制造钱币，有样品没有？这些真钱造的也太假了，自己的手艺就算再闭着眼，也根本烂不到那种程度。等等，我为什么不制作一种精怪间流通的货币呢？对啊，精怪之间现在都是以物易物，很不方便。如果有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货币，不就方便了吗？首先，铜钱本身就有价值，而且其价值还能跟咸条、板砖挂钩，有这2样硬台货做保障，推行起来应该不算难。就算不能得到全部京少的认可，只要有一小部分京少认可，也行啊。胡二，这样，你跟那个老鼠精多联系，把他手里的铜矿石都包下来。反正那些铜矿石不能吃不能喝，他拿着没用，不如都卖给咱们。好的，师傅。不过那个老鼠精只认咸条，给他，只要他有矿石，咸条给他管够。原料不成问题，之前颓顺过的铜锭，连熔炼这一步都省了。反正那些真钱也不纯，只要含铜量够就行。至于模具，这更是我的拿手好戏。看来光有法术还不行，排气、温度、浇铸的手法，这完全是工艺和技术的问题。虽然没搞过铸造，可钱币关乎我的脸面，必须得精致、精美。难道用金胄精加工？不行不行，造币纵折成千上万，我有多少香火也不够这么糟蹋的。我正忙着，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吧。唉，你去找小黄鼠狼玩吧，饿了就去找小狐狸。喂喂喂，别撑着了，停下停下，那可都是重金属，会死的。难道大灰吃矿石是在吸收其中的金属成分，借此修炼？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可以帮忙。你能帮什么忙？我五行属金，可以感应金银珠宝，也能通过灵力小幅度的控制它们。是啊，技术不够，斩树凑。自己用法术精金功可是要浪费香火的，但精怪使用法术只消耗灵力，而灵力可是能白嫖恢复的。既然炼化了横骨，能吐人言，是时候教他法术了。大辉，我这儿有个金咒，你试试。有了这法术，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。大小就照这个，外面的圆形和内部的方形，边缘处有一道凸起的形状，外缘处有一圈锯齿状纹路。上辈子虽然没造过假币，但正反面边缘处的凸起和硬币外围锯齿纹路，这种防伪常识我还是知道的。这2个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钱币上刮金属粉末。
如果没这两个细节，钱币会被越刮越小，越刮越薄。被刮过的钱虽不是残币，却也是劣币。收到这种钱的人会立刻花出去，而不是留在手上，反而是完好的钱币会被收藏起来。等哪天缺钱了，刮一刮再花出去。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。后来硬币变成了不锈钢铸造，也就没人刮了。正面这两个字念作功德，反面这两个字念作无量。看好这几个字，等会儿别走向了。大黑造币。好，咱们开始。工具简陋，工艺落后，经验匮乏，一切都只能看运气了。这一动作挤出了多余的铜汁，但也残留了大量的空气。如果不出意外，等筑起冷却后，表面或者内部会残留大大小小的沙眼。跟游戏里的锻造一样，出良品全看运气。可是现在，根据五行金生水，闭合着冷却，对金属物品施展金咒。可以令其变得柔软。这个法术原本是给土地庙制作铜香炉等金属用具的，现在却被我拿来铸造钱币。融化变形的铜汁原本就是液体，不用金咒对其进行软化了，直接塑形。就连塑形也有模具，都不需要大辉操心。他只要把铜钱中大大小小的气泡排出去，让铜汁均匀铺开就行了。这个活不难，消耗也极低，大辉很快就完成了。可以了。品相完美，体格饱满，字迹清晰，一笔一画都清晰整齐。铜钱两面的圆形凸起也完整标准，外缘的锯齿状纹路也整整齐齐，笔笔直直。有法术的微调，每一枚钱币都完好无损，都不需要锉刀修理毛刺了。哈哈，好，咱们继续。一次12枚，几乎没有残次品。大辉体格太小，法力撑不了太久。这活看着轻草，负荷还是太大了。你先歇歇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师傅，我还有几个朋友，如果师傅不嫌弃，我把他们都叫过来。这么好用的打工人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不过他们的修为不如我，还得一段时间的提升，可能需要消耗一些金属修炼。金属吗？没问题。既然你们靠金属修炼，这样吧，给你们额外发一笔物资，每天10个铜钱，如何？大辉的能力特殊，得重点培养。10枚铜钱不算多，外面还有一座铜矿。好啊，好啊，多谢师傅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这些钱应该怎么发行和流通呢？精怪们大都一穷二白，能拿出来的也就是香火之力。磕头发钱吗？也不是不行。磕一个头发多少钱呢？1枚铜钱太多了，不行。铜的价值本就很高，何况还做得这么精美，那就10个。攒够10个得磕10天，难道这10天都住在边上不走了？那就又跟之前一样了。周围聚集太多金带，兔子、野鸡都被惊走，大黄他们想吃一口肉都难。要不再制造一种小额的辅币吧。胡二拿来的人类钱币不止一种材质，有铜的，也有陶的、玉的。陶土制作的钱币难度不高，问题不大，你捏个土坯子就行。
再加是一道土咒嘛，一个不行就多加几个。钱币不大，一块板砖的法力够加实几百枚小乔了。掏钱成本低是好事，可也容易伪造，每一枚掏钱都留下一道我的气息。如此一来，钱币不就流通开了吗？我真是个天才！消息一出，小个子的精怪果然先高兴起来了。攒够10枚就能换1枚大钱，大钱是铜的，而且做的精细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这下来磕头的精怪就络绎不绝了。于是土地庙的香火一下就旺起来了。夜里查一下今天的进账，2700，进庙磕头的1500，远程磕头的1200。这香火来得真快，大钱小钱一发，最先方便的倒是池塘这边。之前雇他们挖池塘，一天得给5块板砖，攒够板砖他们就走，不干了。换成小钱和大钱后，这帮家伙果然又回来了。板砖对他们来说，除了打架也没别的用处。大家一手一个就够了，多了也没地方放。钱币就是不一样，好存得多。这钱还能买闲条，这不比板砖实在多了？闲条几乎谁都要，1枚大钱正合适。为了赚钱，这帮家伙来的倒是越来越多了。100米长宽，1米深，这么快就干完了？那就别小打小摇了，继续扩，继续挖。1000米长，1000米宽，3米深，就按这个挖。反正劳动力都是白嫖的，不用白不用嘛。按照1天2000的进账，10天就是2万，1年下来就是72万。保持这个势头，明年冬天就能攒够100万香火，到时候就能祭炼2转法相了。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，前提是大钱和小钱一直受他们认可，一直有人追捧。可这显然不可能，能买的东西还是太少了。他们拿到钱更多是存在手里，很少花出去。像吉吉猴王那样会做交换的还是少，像胡二这样的职业商人更是凤毛麟角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些钱就会跟板砖一样，早晚也会到够用的时候。一旦够用了，他们就不会再追着钱跑，钱也就没那么大吸引力了。说白了，我现在赚到的这些香火倒像是先借来的。精怪手里的这些钱其实就是一张张借条，借条越攒越多，可市场消化不掉，迟早要出问题。到那时候，他们对钱的信任就会降下来。得有能让他们花钱的东西。铁矿石，这个东西倒是能做点文章，凭法术来做，铁制工具应该不难，多锻几遍，甚至能搞出百乱金刚。不行，这东西杀伤力太大了，一块板砖都能让猴子成小霸王。铁器要是流出去，比板砖麻烦得多。这种好东西自己用可以，外销不行。算下来，我现在能拿出来卖的也就只有食物了。100亩地全都种上了豆子，一部分要留着自己吃，更多的还得做种，明年种更多地。要是能让精怪住砖瓦房就好了，那就能消耗大量砖瓦，把钱再收回来。只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们早就习惯住洞穴了。别说外面的精怪了，就连大黄他们不也还住在地下呢？要不搞一些地下住房，既能让他们住的习惯，又能消耗砖瓦，回笼钱币。这天色不对啊，毫无征兆就下起来了。最近也没有下雨的迹象啊，这雨来的有点奇怪。山林草木外面像都找了一层水。雨，时隔大半年又来了。这么多雨，源头一定不简单。追着雨的来处，顺着水的源头走。这些雨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这雨上面一定有东西。
近了，更近了，上面真有东西，看不清，根本看不清。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刚才那究竟是什么？在天上行云布水的，是龙吗？不敢确定，真不敢确定。2辈子加一块儿，我也没见过龙长什么样啊。不管是不是龙，云层里的东西都强得离谱，光是散出来的气息，就不是我能扛的。刚才要是再多看一眼，怕是真回不来了。强行窥视，必死无疑。恕罪恕罪，小的绝非故意冒犯，绝非故意冒犯，绝非故意冒犯。走了吧。什么声音？巨亮，怎么突然大了这么多？别的地方最多也就是漂泊，怎么偏这边像泄盆一样？不对，不是土地庙周围，是池塘周围。这哪是下雨，简直就是开闸泄泉了。原本干涸的池塘，竟然这么快就滋起来了，还在吃水。泥土吸水，地下渗透，灌这么多都不见长，还来？这位龙王爷是真盯着这里灌啊！成了，这口久旱的池子总算被喂饱了，还在长，还在往上涨。要是靠自然积累，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。龙王爷这一下省了好几年的功夫啊！总算停了。都别愣着了，快拎上瓶瓶罐罐，出去捡鱼！俺也去，俺也去，这回有鱼吃啦！看见新虾就装，别漏了，能捡多少捡多少！快快快，这边也装满了，都往池子里放，别糟蹋了。以后捡到的鱼虾都先放进池塘养着，把碑立好，私人鱼塘，偷鱼打死。往后咱们仙家的肉食就全靠这口池子了。我仔细算算，1000米长，1000米宽，那就是100万平米。这么大的鱼塘，每天捞10条8条鱼，应该不算竭泽而渔吧？一天10条8条，那也够吃了。水里还能种莲藕、菱角，莲子、藕、菱角都能吃。岸边再种一圈桑树，还能摘松叶，松叶还能养蚕。这一圈水物可不能浪费。庙门那边有动静。一串小老鼠。大辉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要不是这场雨，我们还能更早一些。怎么了？水太大了，家里被水灌了，我们差点被淹死。先缓口气，进了庙就没事了。多谢师傅收留，多谢师傅庇护。他们说，多亏了之前换的陶器，才没被水淹死。你们几个先进来，先烤烤火，暖暖身子。胡3胡4做点热汤，给他们暖暖身子。7个小兄弟，长得都跟你差不多，能力也差不多。他们也能吞噬金属提升修为，只是现在还弱一些。行，铜锭先批一批给你们，能开口说话了才好学法术，才好干活。先吃点热的，慢慢来。他们住的地方应该不远吧？为什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？唉，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愿意受约束。我游说他们好几天，他们都不答应。最后怎么改变主意了？多亏了这场雨啊！哦，怎么又跟这场雨有关系了？我们有预感危机、趋吉避风的能力。我当初就是察觉到有危险，才来您这儿避难的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这本事可不只是会铸钱这么简单。他们几个就是因为这能力，感觉到土地庙不会有好日子。我怎么说都没用，他们就是不太乐意。放心吧，以后就算铸币，也让你们上1休1，怎么样？一共8只老鼠，上1休1，每天也有4只干活，一炉一炉来，
一天铸个几百枚大钱，问题不大。几百枚大钱足够维持现在这点流通了。你笑什么？觉得我算的不对？我们虽然能提前预知危险，可那都是寻常普通的危险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危险等级高到一定程度，我们也感知不到。这场雨来的毫无征兆，我们本以为只是普通雨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可谁知道它突然凶猛10倍，洞穴直接灌满，我们差点都出不来。别说你们，恐怕连那位行雨的老龙也没料到会变成这样。原本应该只是一场普通的行云布雨，偏偏我多看了一眼，把云层里的那位给惊动了。大概是我认错态度还行，那位才没计较，不但没罚我，还白送了这么大一口池子。刚才我要是反应点，怕是当场就被震散了。要是真把那位惹怒了，整座土地庙都能被一场水淹了。赏也好，罚也好，全在对方一念之间啊！倒是没想到，我这一折腾，把周围这些小东西也给连累进去了。所以在大雨里还能安然无恙的土地庙，就成了最好的依靠。他们现在巴不得往这边靠，求个庇护。放心，以后都是跟我混了，我肯定不会亏待大家。这件事也真让我看清了自己有多渺小。我花1000份香火给农田降一次雨，都得思虑再三。可老龙一动，那得消耗多少法力，多少香火？1万，恐怕都不止吧。可惜啊，我是土地公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肉身，没有肉身，根本没法像大黄他们那样修炼。香火才是我唯一的已经跑通了。好在每天香客在3前进账，只要稳住，我就能一点点变强。可是还是太慢了，想长到老龙那个级别，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。实力不光是我自己变强，我身边的人强起来，也一样是在壮大土地庙。他们的强大，也就是我的强大。仙家才是我手里最可信的班底，黄家黄鼠狼，胡家狐狸，灰家老鼠。真要说眼下最强的，还是黄家3兄弟，都已经化形了。这就是现在土地庙最硬的底子。虽然是讨风化形，可到底已经脱了兽身，实力和潜力都比兽身强，可没有功法，这样不行，得给他们找条真正修炼的路。这样不行，大黄、二黄、3黄，你们3个过来。师傅，您叫我们。师傅，俺哥几个正摸鱼呢，这场大雨下了好多鱼啊。摸鱼？二黄，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！不是偷懒，俺是真在水边摸鱼。行了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，鱼不鱼的先放一边去。春天开垦的10亩谷子，还有夏天开垦的100亩豆子，现在长得都很不错，尤其是谷子，眼看着就要收割了。你们3个都提前准备准备。谷子真要收了，终于也能像人一样下地收粮了。师傅之前说过，谷子丰收了要拿一部分酿酒，谷子酒。果子酒都那么好喝了，比果子酒更好的谷子酒，酒还没酿出来呢，先把谷子收回来再说。还有那口大池塘，这次下雨，池子蓄满了水，也进了不少鱼虾，将来这里肯定会滋生更多鱼鳖虾蟹。你们3个要好好看守池子，别让其他精怪偷咱们的鱼。在这儿偷鱼，那不就是抢俺们的肉吗？师傅您放心，俺以后啥也不干了，就盯着池子。哥，你是不是得先学会游泳？刚才摸鱼，你一咕噜跌进水泡子里，差点没出来。俺那是摸到大鱼了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叫你们来，一个是安排任务，另一个是给你们提升实力。提升实力？我先念一篇口诀，你们都听仔细了。这是胡二外出经商时，用闲条跟一只黑熊精换来的，来路不算正经，但眼下能用的功法不多，先听完再说。那黑熊精也说不上来，这到底是什么功法？俺也说不上来，只知道是爹娘传下来的。这东西到我手里也有好几天了，我琢磨着让你们先练练试试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师傅，我们愿意试。是好是坏，先练练看。那俺们现在就练。等等，都别一起练，这功法真假难料，好坏难说，不能3个人一起冒险。这种好事儿就叫俺先来吧。好，那就你先来，记住，一旦不对，立刻停下。好极了，我感觉好极了。哥，到底有多好啊？快说说啊！就是感觉浑身血液哗哗啦啦的冲刷，上上下下舒服的很，里里外外通达的很。问他也问不出什么，
你自己修炼一遍，不就知道了？师傅，真有用。怎么样？这应该是一种专门针对血液的修行方法。修炼之后，我感觉浑身血液流动得很快，筋肉骨骼都在被滋养，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听你这么说，这功法倒是真能补上你们肉身修炼的短板。看样子那只雄鲸很实诚，没有隐瞒什么。如果没猜错，这篇功法应该是他们熊族祖上传下来的。长期修炼的话，应该能让身体和力量都有大幅提高。我不管它是不是熊族祖传，只要能用就行。我手里虽然有符咒，可符咒也不是万能的，上面除了法相祭炼，也就是几个低级五行咒术。真要让你们变强，还得有能练身子的功法。这篇口诀先练着。做人道理我能教，可真说到怎么修炼，我确实知道的太少。现在有了这篇功法，好歹能先练着，不至于白白荒废日子。很好，你们3个从今天起一定要认真修炼，平日里互相监督，谁也不许偷懒懈怠。是。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兵器吗？兵器，人族用器有刀枪剑戟，也有棍棒弓器。师傅，我明白，您说的是人族用来护身争斗的器具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想一想，你们各自适合什么？俺要当仙家最锋利的矛，肯定是矛啦。我就要个盾吧。好，剑矛盾我都记住了。俺也去手持子的时候练练架势。你先别把自己戳着。剑矛盾，这3样得好好琢磨琢磨。青铜兵器先排除，材质是一方面，青铜做剑终究差点意思。真正懂行的人，一枚山字能让青铜剑增重10倍起步。我这青铜板砖，撑死也就重1倍。不行，青铜兵器做出来也只是样子货，得换路子。果然，青铜器铸造不是照着样子临摹一下就行的，还是铁器更稳当。就算不加持符文篆字，单凭钢铁本身也不算差。那就用铁做剑、做矛、做盾，加不了符文也没关系。铁器基础摆在这儿，低等级蓝装不一定压得过高级白板。想干就干，先把攻防收拾出来。剑、矛、盾，就从这堆铁里做出来。行，3样都出来了。大黄这把是8掌宽的4尺长剑，够用了。二黄这把是丈8蛇矛，3黄要盾，光有盾不够，再给他配一把单手刀。成了，还真给我们都做出来了。好剑，痛快，这才顺手。都拿稳了，往后可别埋没了这些家伙。别人1剑，我2剑。师傅果然最疼我。沿着堤岸走一圈，看见可疑的精怪，先下走，别乱打，看谁还敢偷咱们的鱼。这盾和刀正好守着堤岸用。退后，这池子有主。听不懂话就换个听得懂的法子。看清楚石碑，别再靠近水边。哼，俺还没动真魔呢，你别动真魔，下走就行。他们都化成人形了，那可就是一步登天的大妖了。别的能作假，雷劫可做不得假。能扛过那一关的，肯定不是弱者。走走走。讨风不是这个世界的力量，他们自然不会往那边想。下来，有本事你下来！他们从天上来，咱们在岸上拦不住啊！他们还真是鸟都不鸟俺。这还怎么守？天上的管不住，水里的也追不上。算了，咱们这样守不是办法。回去找师傅，等师傅想出法子，看俺怎么收拾他们。师傅肯定有办法。 2个办法。什么？第一，你们学会游泳；第2，学习远程攻击。师傅，我们愿意学习。学哪个？游泳吗？看来黄鼠狼怕水，8成是天生的。那就学远程攻击。一种叫抛石索，一根绳子带一个皮套，里面装石子，高速转起来，再甩出去。石子就能打中目标。不过这东西不好练，
打不准，容易伤到自己人；出手慢，射程短，伤害也有限。所以，我更倾向这个。师傅，这是啥？弹弓。树杈好找，找不到也可以用铜铁做，关键是金条。小兽的筋不够用，得用牛、马、鹿那种大兽的筋。之前杀的那几只大野猪，我把兽筋留了下来，正好派上用场。弹丸也简单，随手一搓就是。追求威力，就给泥丸加上土咒。上一世玩弹弓，石子难找，还得花钱买泥圆、钢珠。现在倒好，弹丸不要钱。师傅，弓箭不是更厉害吗？弓箭是更好用，可制弓要干、角、金、胶、丝、漆6样材料。现在手边要啥没啥，一张好弓少说要3、5年苦功，后面还得保养。箭也得专门做，现在最合适的就是弹弓，简单好用，威力也够。弹弓真好用，打着这些鸟的头直接死，打着脖子直接断。就是还有几只顺着水漂走了，没捞到。池塘里的鱼还没吃到，鸟倒是先吃着了。是啊，这鸟一群一群的，每天抓几只肯定吃不完。它吃咱们的鱼，咱们吃它。要是能跟野猪一样，养起来慢慢吃就好了。土地庙的位置应该是极北之地，这些鸟多半是南方过来的候鸟，一到冬天，它们肯定还会飞走，来年开春再飞回来。候鸟来北方，除了避暑，还有产卵孵蛋。如果能把蛋搜集起来，孵出小鸟，不就能慢慢养了？明天开始，你们盯着那些水鸟栖息的地方。是，师傅。看看它们有没有产蛋，尤其注意野鸭、野鹅。野鸭、野鹅，对，这2种鸟能被人训成家禽，肯定有它们的道理。明白。这关系到以后吃什么，必须上心。一说到家禽养殖，怎么能少得了鸡？黄鼠狼爱鸡，狐狸也爱鸡，老鼠个头小，干不过鸡，也爱偷鸡蛋。这些大大小小的，全都是爱鸡一族。只是水里不产鸡，也不知道人类那边有没有。等胡二回来了，让他去瞧瞧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
这是用咸条换来的铜矿石。辛苦了。你们出去一趟。是。师傅，本来能提前几天回来的，可是老鼠精手里没有足够的存货，我又多等了几天。另外，我跟他约好了，每个月的月圆之夜交易一次。这样也好。不过我们就一个百宝袋，每次交易都得让你跑一趟。我闲不住，就喜欢到处跑。师兄真是太厉害了，连天上的鸟都能捉下来。老鼠、兔子倒也罢了，鱼也只是费点事儿，可飞鸟，一只两只是运气好，10只可不是运气能解释的。胡二兄弟，来来来，俺教你怎么玩，等会儿也带你打鸟去。你变一下啊？哦。这样拉开，对准，再松手。厉害，真是太厉害了，比我们的狐火法术还好用。好东西啊！你看看这个。啊！我力量不足，接不住，法术无法维持，破了。胡二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顺便想想，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想好了就来找我。恭喜胡二兄弟，师傅这是认可你了，好事，大好事！二哥终于得到师傅认可了，有了做人的资格。我们还得继续努力，早日得到师傅认可。努力，一起努力，谁也不许偷懒。胡二去年就拜了我，跟二皇、三皇几乎不分前后。
紧接着，他又给我带来了4只小狐狸。没多久，他带着全部家装跟了我。虽然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百宝袋，但到现在为止，这还是仙家排行第1的宝贝。我并不是吝啬的人，之前没让胡二讨封，是因为他的出身。那时我还没有祭炼法相，也没有香火，根本没有自保之力，谨慎了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的实力今非昔比，胡二和小狐狸们也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一心一意跟随我，册封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只是他还没想好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阿姐从没让我忘了家族，可我也从没向师父说过家族的具体细节，师父也没有问过。阿姐带着族人与我分割，是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阿姐复仇成功，重新金姓家族，我就能顺成章回到青丘国。如果阿姐失败，必定十死无生。那我就要隐姓埋名，把血脉流传下去。可是阿姐啊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赴死呢？我失去了太多亲人，我失去了太多亲人，不能再失去你们了。师父，我想好了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师父，如果我的回答没有达到您的期望，或者不符合您的要求，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机会了？不，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答案。众生百态，人有千样，无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。我心中并没有偏见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想好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讨封呢？雷姐可不会问这个问题。扶人先扶志，救急不救穷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没有志向，便是有了人类的皮囊，也不过是衣冠禽兽。这样的人，救不了，也扶不起。讨封或许能让我走一时的捷径，却不能让我走一世的捷径。如果没有做人的念头，即便我违心说相，又和吉吉魔王有什么区别呢？师父，
说，如果我有一个强大到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，但是我不想退缩，终我一生也要战胜他们。而且，我有一群需要终生接济的亲人，他们很可能几百年、上千年都无法给我回报。这样，您还愿意帮我吗？他这是把最重的担子都摆到我面前了。换成心术不正的，哪里会说这些？只会煽风点火，把身边所有人都带上贼船，拉进火坑。倒是坦诚，你知道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吗？是人有志向吗？不。我送你4个字：人定胜天。我就是说了一句鼓励的话。心灵鸡汤而已，怎么这么大动静？原以为胡二只是寻常品种，没想到是九尾狐。感谢师父，助我突破桎梏，炼化头上顶骨。今后我便能元神出窍，施展许多新法术了。这是你的机缘造化，不用谢我。精怪修行第一个坎是炼化喉中横骨，可以口吐人言，念诵咒文。第二个坎是炼化头上顶骨，可以元神出窍，施展神通。不知道他的神通是什么。总之，比以前更强就对了。不过，让他真正更强的是他的内心。师父，我明白了。哦？我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您看我像吗？像。像。
像。像，真是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可能有点不合身，不过先凑合着穿吧。这是麻布。这麻布还是我从黑风镇买来的。没想到师傅还会裁缝活，我会的多着呢。怎么，你想学？不，我只想是制盐炼铜。制盐倒是有用，不过炼铜就算了。来，师傅给你看个新技术。铁器重量更轻，质地更坚固，用它打造兵器，寻常战斗绝对够用了。只可惜，我还不会为它赋予特殊力量。制作法器不算难哦，只要在物品上刻画对应的符文篆字，就能赋予它功效，只是效果微乎其微。对，我制作了一块铜砖，刻画的是山刺更符，可是增重只有1倍，消耗的灵力却比那把铜剑还多。那把剑能增重10倍，消耗却比我的板砖还少，也就是吉吉猴王没见识，才把这板砖当成宝。换成其他人，谁用谁嫌弃。师傅，这个东西是我家老祖赐予的。不过老祖也是从外界获得。师傅若想研究，算了。一把青铜剑我都还没研究明白，更别说百宝袋了。你还记得那个黑熊精吗？记得。他那段口诀是真的。大黄他们3个已经在修炼了，效果很不错。师傅的意思是，精怪中可能留存有某些传承，只是他们并不知晓其价值。就像以前有人去乡下收瓶瓶罐罐、破铜烂铁，昨天还在农户家里当狗盆，今天可能就成了稀罕老物质。桌子椅子也是一样，昨天还想劈了烧锅，今天就可能被人当宝。你要做的就是去淘宝。
我明白了，明天就出发。不，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。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交给你。师傅，您说。你去一趟黑风镇，再买些粗盐，顺便帮我寻几样东西。是。第一样，麻种子。麻种子？麻这东西由来已久，茎秆的纤维可以织渔网、搓绳、做衣服，种子也能吃，还能加工油脂。山林中不是也有野麻吗？有，但数量不多。想要大量种植，必须从人类那里买种子。有了麻，就能纺织衣服、编织渔网。到时候，能撒网捕鱼，也能架网捉鸟。明白。第二样，桑树种子。桑树，这是桑基鱼塘计划的一部分，既能养蚕，又能吃桑葚，桑葚还能制果浆、酿果酒。我记下了。还有，顺便再给我带些鸡回来。咯咯叫，会下蛋那个鸡。难道还有其他鸡吗？算了，这个烂梗没意思，以后不玩了，免得人家说咱小黑子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那些飞鸟挺好的。鸟？对，人类在定亲的时候喜欢拿大雁当礼物，活雁难求，能换不少东西。在古代，大雁常被当成定情信物。高门大户下聘，拿不出大雁会失礼，也丢面子。铜锭食盐太容易招祸，大雁稀缺，但费点力气总能弄到。胡二就算有很多大雁，别人顶多以为他运气好，技术高。用大雁换桑麻鸡蛋这些普通东西，再合适不过。行，明天我让大黄他们多抓点儿。你想去，也可以跟着。师傅，您给我做个弹弓就行。弹弓？真要有人问起，我给他演示演示就是。行。你还需要其他武器吗？我们擅长的是幻术、法术，很少使用体术，武器不是太需要。你更喜欢法器？带着吧，以防万一。多谢师傅。对了，师傅。怎么？我经常在外面游走，需要一个名号，还请师傅为我赐名。姓氏加数字挺好的，简单省事，也不会混淆。不过胡二经常在外行走，确实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号。就叫胡歌吧。啊？师傅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？没什么，就是单纯觉得像。谢师傅赐名。
这几只没控制好力道，打死了。今天赶紧吃了吧。怎么控制的？只伤不死。这都是3个师兄的功劳，嘿嘿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。师傅，您瞧瞧，俺们做的这个有啥不一样的？看着一模一样。空心的。这轻飘飘的，能打出去吗？这透皮一捏就破，别说打了，拉皮豆的时候泥丸都可能捏碎。师傅，您再看看这个。师傅，您再试试。土咒还能这么用？复灵子弹，不错，不错。小小的弹弓，被你们玩出花了。都是胡二兄弟的主意，我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么奇妙的主意。师傅，啥是子弹？啥是复灵？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师傅，时间仓促了点儿。黑风镇上抱窝的老母鸡有点少，不过我跟对方约好了，下个月再交易一次，应该能收获更多。这些鸡不是吃的，不是吃的，那是干嘛？鸡可以下蛋给我们吃，每天都能下蛋，每天都能吃到新鲜鸡蛋，鸡蛋又能孵化出新的小鸡，小鸡长大又能下更多的蛋。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无穷无尽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许偷吃。鸡舍要通风，要采光。刘将有分层设计骆兔粮的束缚物，但也要防它们乱飞乱跑。喂食、饮水、休息都在上层。鸡平时就在横木上活动，打掉了设计中，这样生活区域更干净，清理也方便。下层的东西
也更方便清理打扫。这味道，别嫌弃，猪和鸡一样，都是造粪能手。这些东西是宝贵的肥料，尤其是鸡，排泄物里残留着不少养分，这些东西得利用起来。以后鸡舍和猪圈的打扫就交给你们3个。是，师傅。土地庙里的成员也得有规矩。胡二，我在那里建了个厕所，以后不能再随便找地方解决。排货物不能直接入田，要先堆肥，熟以后才能变成植物能吸收的养料。师傅，现在农田还不多吧？眼下只有100多亩，但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。肥料要提前准备。师傅说了，这是肥料，也是修行，做人的修行。大黄、二黄、三黄倒是不嫌弃，对他们而言，这确实是修行。只有亲身参与，才能感悟做人的道理。里面有斑果，就是受精蛋，这种可以孵出小鸡。有血管，说明已经开始孵化了。什么都没有，基本就是荷包蛋。最重要的是温度，技术不够，那就一直盯着。翻面是让它们均匀受热，这也是换气。太干燥会影响孵化。先喝温水，清理肠胃，排出苔沫。他们吃的好少，少食多餐，免得消化不良。放到避光的地方，先让它们适应。不能吃。我没吃。他们要跑！
一只一只放下去。回来，回来！那边不能去。刚解锁半亩方塘一剑开，现在又解锁了鸡黍人家。外面的风景再好，我却见不得光。攒够100万香火，祭炼出2转法相就好了。这是土地公的，不许吃！土地公，我要它。想要我家小狐狸？你想得美！不，是他。不行，土地公，不行，看也不行。我还指望着他们蛋呢。我自己还没尝到呢，你们倒是惦记上了，怎么也舍不得挪开。过分，真是过分！我们自己都没下手。你敢摸一下试试？这才多久，他已经赚到至少2枚铜钱了。土地公，我不要板砖，这个铜钱留着也没用，不如换点实际的东西啊！我们要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鸡？哦，我们要鸡。对，除了鸡，我们什么也不要。人家吃肉的要鸡说得过去，你一个兔子精要鸡干什么？咦，这个兔子好像是以前假磕头的家伙。土地公，换一个吧，鸡仔也行，鸡蛋也行。这群家伙未必都是喜欢鸡，他们只是急着把手里的货币兑换掉。现有的兑换物品对他们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后续香火都会受影响。明年夏天，我未必能造100万香火。大黄，师傅，来，你给大家演示一下弹弓。是，师傅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不知道。隔这么远也能打中？天上飞的鸟也能打吧？能。树梢上的果子呢？能。以前抓不到的猎物呢？只要你打得准，也能。精怪之前追捧板砖，是为了战斗力。板砖能给他们提供爪子和摇筹之外的第3种攻击方式。弹弓更好用，而且是远程攻击。土地公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土地公，这个东西怎么换？俺手上有3枚大钱，能不能给俺一个啊？握掌好解决，一根 Y 字形树杈就行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唯一难搞的就是金条。不过胡二游历时发现了一种植物，还给我带了样本回来。我研究后认出来了，那是杜虫。说起杜钟，很多人可能陌生，但说起橡胶就人尽皆知了。杜钟不是橡胶树，但它的果、叶、皮、根里都含有丰富的杜钟胶，
换句话说，这东西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橡胶树。等我提炼出橡胶，弹弓要多少有多少。这个东西叫弹弓，10枚大钱可以换一个。有了弹弓，你们随便打。不是，是有了自保之力，这是防身的、自卫的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打鸟更方便了。10枚大钱啊！现在一天才1个小钱，这得多久啊？以前还能挖土赚钱，现在池塘蓄满水了，挖不成了。光靠每天磕头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？现在给你们发布新的任务。可以捉虫、拔草，用虫子和青草换钱。虫子？虫子的话，1斤虫子1枚大钱。青草呢？青草简单，10斤1枚小钱。哦，土地公，什么是斤？斤就是重量，比如这么多虫子，差不多就是……算了。这样，明白了吗？这个简单，一边一样高就够了。拔草不更简单？走走走，等会儿虫子都被捉完了。现在正值夏季，蝗虫之类的害虫滋生蔓延，已经有泛滥的迹象，太多了，漫山遍野。光靠我们这点人手，怎么抓都抓不完，还不如发动这些精怪，顺便给养殖的家禽添点营养。虫子喂家禽，青草喂猪，多出来的虫子晒干，做成饲料。这个东西能用果子炫吗？真是瞌睡来了枕头。我现在不需要果子了。啊，不过呢，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交换，1斤1小钱。这个树我知道在哪儿，我这就去剥。等等，剥树皮的时候不要全都剥下来，只剥一半，一小段。剥皮又不能全剥掉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这个树皮我长期收，你们每年都能拿这个来换钱。要是一下子把树全剥死了，明年就没钱赚了，明白吗？土地公以前收果子，收一段时间就不收了。这种树皮，土地公竟然年年收，还大量收。那片树林要是占下来，不就是一大片摇钱树？每年都能赚一大笔钱，钱能买酒坛、买砖、买百线条、买弹弓，说不定还有更多新奇玩意儿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土地公，还有事儿？又到培训季节了，你再派点族人过来学经验吧。这个，一个族人学会，就等于全族学会，没必要继续学了。族人来土地公这里学习，就不能给族里干活。马上要去剥树皮，人手肯定紧缺。送你的，拿去玩吧。弹弓！嘿嘿，我这就派族人过来。等你的族人培训完了，再送你一个带德字的铜砖。带德字的铜砖？100个族猴不够吧？要不我派200个族猴过来？今日是好日子，下地收麦。是，师傅。终于能收了。这可都是咱们种出来的。先从哪一片开始？你们先在地里转一圈，挑一片长势最好的。这里，这一片确实长得最好。
成了！第一捆麦子。在您的保佑下，风调雨顺，大获丰收。希望您明年还能保佑我们五谷丰登，年年有余。愿土地公保佑五谷丰登，年年有余。这就是开镰的仪式，上到君王，下到庶民，都会亲自参与。君王割下第一捆麦子，送到宗庙供给先祖；平民百姓则把第一捆麦子送到土地庙。有草本清香，有谷物醇香，有点粗糙，也有些甘甜。第一捆麦子果然不只是吃的，对君王而言，这是丰收，是人口，是国力；对老人而言，这是口粮，也是长寿。能吃到明年的麦子，就意味着又熬过了一个冬天。符咒动了。大黄，师傅，赶紧去把10亩麦田收割完，然后脱粒晾晒。是。等等，你们多辛苦辛苦，连贴地皮，茶留最低。师傅，留低点儿。对，割麦子本来就辛苦，要不断弯腰起身，麦芒也扎人。麦掐也有用？当然有用。资源匮乏的时候，麦秸也是好东西，能烧锅，能盖房，也能喂牲口。镰刀贴不贴地皮，看着只是差一大高，放到10亩地就是上百斤麦秸。明白？师傅放心，我们贴着地皮割。去吧。五行咒术是符咒中唯一的法术，也算最低级、最简单的小法术。我现在常用的是搬砖的土咒，烧锅的火咒，铸钱的金咒。水咒只用过一次，给100亩豆田降雨，消耗了1000香火。至于木咒，我一次也没用过，因为这个法术消耗更大，一次1万香火。五行水生木，化水为液，旺盛草木。液有生机的意思，拿香火换粮食，我换不起。4季长春，五谷丰登，一年就更新一次，一次就更新8个字，什么破毛病？你这种人在番茄上是要扑胚的。我上辈子写书可是每天1万字。范围100亩之田，时长4季，五谷作物增产医治正成，并可成为2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读书少，文化浅。您老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还好，还好，没跟我计较，以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了。这绝对是神迹，虽然只有100亩之田，但持续4季，一年内这片地可以种2季庄稼，多了，甚至能种3季。不仅能使作物增产，还能让这些作物成为2种。这种增产属性能够一代代保留下去。可惜了，只限于五谷作物。五谷有一说是麻、黍、稷、麦多，也有一说是稻、黍、稷、麦多。区别就是一个有稻无麻，一个有麻无稻。可惜，麦子已经开始收割了。不过，旁边的100亩豆田还没开花挂果，正好来得及。4季长春，五谷丰登，古老的木脉被唤醒。去吧。
咦？俺这一弯腰，一抬头，发现那边豆干子好像长高了一截。哥，你是摇头晃脑，把自己晃晕了吧？俺说的是真的，不信你看看。不好，祸事！哼，俺就说吧，你还不信。不过这是好事啊，你咋那个表情？快通知师傅！蝗虫！快去通知师傅！为师已经知道了，我是土地公，能力范围内的草木山石都如掌上观文。我之前就发现蝗虫特别多，所以我才让他们捉虫换钱。可没想到，外面的蝗虫这么多，难道是豆田施法后把他们引来了？他们的目标是豆田，能不能阻止他们？试试。有用！厉害！太厉害了！弹弓还能这样玩？赶紧捉虫啊！这可都是钱！对，捉虫换钱！我们也能买弹弓。不用管地上的，专打天上的。蝗虫太多了，弹弓攻击范围还是太小。狐火蔓延性居然这么强。算了，他们要吃我们的豆苗，豆苗被吃完，我们吃什么？豆浆、豆花、豆腐全没了。可恶的蝗虫，竟敢吃我们的豆子，烧死他们！打中了！再来！原本想让他们配合我，现在我配合他们吧。哇，二哥，你突破了！三尾，二哥能同时放3记法术了，我就知道二哥厉害，他们厉害。我也是运气好，受了师傅点拨。他们进田了，不能打，打了会伤豆苗。让我们进去！不能进庄稼地乱采。
他们都快把庄稼啃完了。这时候还拦我们？我们是捉虫的。三皇，回来，把鸡舍的鸡放出来。是。出来，都出来！快出来呀！那边，去那边。这些小家伙比俺想的凶啊，吃虫真快。蝗虫还是太多。狐火能补近处，但还不够。鸡群数量还是太少，连眼皮都懒得了，它们也吃不动了。有了这群鸟，蝗虫就是送上门。这些鸟不会毁坏庄稼，也不会影响豆子生长。好多钱！今天发财了！快捡，快捡！这么多蝗虫，究竟是哪儿来的？今天幸好攻击的是豆田，如果蝗虫攻击的不是庄稼地，而是土地庙呢？黄家和胡家的火力还是不够，火力不足恐惧症，这病得治啊！唉，终于割完了，还得脱粒晾晒。先晒着，趁这几天日头好。最近几天的天气我已经观察过了，应该都是大晴天，还是阳光猛烈那种。除非老龙突然来了兴致，否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大鸡小鸡都收回来了，清点过了，一只不少。地里有几枚鸡蛋，我都收回来了。我还捡了4只鸟蛋，哼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鸟的。那些野鸭、野鹅吃太饱，飞不动了，我也一起抓回来了。这一次抓了上百只，鸭舍、鹅舍都塞满了。那些野鸟跑来帮场子，与我们解决蝗虫，转头就被我们抓起来，似乎有点不地道。在外面飞，不是被老鹰抓，就是被地上的野兽叼走。在我这里也不错，管吃管住，还有伴侣，后代也不用他们自己孵化喂养。我们之前很少经历战斗，主要是土地庙在周围有一定震慑力。土地庙在人类心里可能什么也不是，可对精怪来说
土地公是正统神灵，我的册封符照是前朝大商的，现在的小庙也没有大周册封认可。说白了，我也是个野神。精怪或许畏惧土地庙的名头，胡二，可野兽虫臭蒙内无知，根本不会在意这些。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自保之力。师傅，今天是我没用。我说自己是最锋利的矛，可遇到蝗虫群，打得束手束脚。我说自己是最坚固的盾，今天也没挡住什么。老师，这事儿不怪两位师弟，主要是我们的实力发挥不出来。我们狐族擅长术法，狐火以群攻为主，如果来的是大型猛兽，皇家师兄会更强。我知道，这不怪你们，但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不足。师傅，我们可以多养点鸡鸭鹅，每天赶到地里溜达一圈，让它们吃虫子，也吃杂草，这样虫子就少了。先记下。这个办法好。今天那些鸡鸭鹅确实有用，也是现在最稳妥的办法。你们几个也要勤加修炼，早日练出元神，到时候也能派上用场。如果我能元神出窍，一次就能多放几发狐火，就能多救一些豆苗。以后一定好好修炼。胡兄弟，元神是什么用啊？能不能让俺见识见识？胡二讨封那天已经能元神出窍，可今天战斗时他也没用出来。胡二，给大家开开眼界吧。是，师傅。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。精怪修行第一个境界，以躯干四肢为主，锤炼筋肉骨骼、气血五脏，以灵力冲击横骨，打通自身小天地，此为后天。第二个境界，以头颅七窍为主，锤炼五感六识、三魂七魄，冲开头顶横骨，连通外界大天地，此为先天。元神到底是啥？元神就是精气神融入灵魂的产物，精神意念越强，元神也越强。相较肉身，元神攻击更灵活，施展法术时，元神更具优势。只能用来攻击？不止，元神也可以融入肉身，能全方位提升肉身，还能辅助修炼，提升修炼速度。听着就厉害。我演示给你们看。荒迹幽怆。二哥的元神还真出来了。咦？胡兄弟的元神哪儿去了？你们这俺后面干啥？没有啊，哪儿呢？他刚才就在你身后，都快把你半边脑袋啃下来了。什么？二皇师兄刚都没发现，二哥好厉害。这跟我的法相倒是有点像。你的元神是不是只能夜间活动，白天无法出破？是的，师傅。元神是阴魂，惧怕阳气。如果出现在烈日中，轻则元神被灼伤，重则被焚灭。也正因此，精怪大都喜欢昼伏夜出，即便白天也喜欢躲在阴暗处。白天元神出窍，必须格外谨慎。这元神也太厉害了，防都没法防啊！黄兄弟不用害怕，刚才俺差点没了半个脑袋。你若气血充盈，阳气十足，
我的元神也无法靠近。等你炼化头上顶骨，打开身体的窍，我也奈何不得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到时候咱们好好切磋切磋。二皇师兄，你不一定打得过我二哥。为啥？我二哥除了虎火天赋，还有九尾天赋，尾巴能复制法术。二哥以后肯定更厉害。二哥现在才3尾，不值一提。真的不值一提。九尾天赋。胡兄弟，大黄师兄，请说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族的元神天赋是什么？没有传承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我不敢确定，我遇到过几个你们同族，他们可以强行侵入其生灵身体，还能这样？控制意识和行为，群战一般，但单挑极强，强行侵入身体，控制意识和行为，听着就厉害呀！还有别的吗？有没有其他天赋，就看血脉和造化了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否则我不客气了。什么东西？都摸到门口了，咱们竟然没察觉。难道是元神？出来！别打我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找土地公申冤的。元神是三魂七魄和精气石融合的产物，可这位气息弱得很，一看就是纯粹阴魂，或者说鬼魂。生前应该是个兔子精怪。嘿，这不是那个假磕头骗我香火的兔子精吗？上次闹着要换机，他还在里面起哄。今天抓蝗虫的时候，他好像也在。这才多大会儿不见，竟然嘎了。你有什么冤情？我被一个人类害了，恳请土地公为我做主。头大，我就想关起门来种地。打架的事，别烦我。土地公，我平日里不少给您磕头，就这一个愿望，求您给我做主啊！这是我享用了兔子精贡献的香火，这事不帮都不行。好在他贡献的香火不多。对了，今天你们遇到的蝗虫就跟那人类有关。估计是他们豢养的。他们不止一个人。好，说下你遇害的位置。等等，兔子，你虽然实力不强，可好歹也炼化了喉中横骨，便是打不过也能逃得掉。该不会是伙同人类设套陷害我们吧？狐狸多疑，倒也不是坏事。他说的对，你把事情经过详细讲一遍。敢有隐瞒，我不为你申冤。土地公，我不敢隐瞒。那人类是修炼者，而且他们有2人，我打不过也逃不了，被他们害了。我修炼100年的道行，就这么毁了，肉身也被他们吃了。
今天我在土地庙前捉了不少蝗虫，换了2大钱。等鸟群进场，我就捉不到蝗虫了。我就打算去蝗虫飞来的方向碰碰运气。结果运气大好，碰到一堆蝗虫。我刚要捉，就发现不对，有2个人类修士在祭炼蝗虫，一个拿着黄葫芦，一个拿着青葫芦。那葫芦应该是法器，能源源不断往外放蝗虫。我本来想趁他们不备，偷了葫芦，用里面的蝗虫换钱，可谁知道失手了。哼，所以你这是自取死路了。他们在咱的地头上放虫子，是他们使坏在先。我信你才怪。好，念你给我磕过头，这事我帮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实力有限，敌人又不知深浅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多谢土地公为我做主。兔子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都这样了，还能怎么？你死前凝练出了元神，虽然失去肉身，可元神没有受损，还能继续修炼。我还能继续修炼？师父，可让他在您座下修行，成为庙中义使。打工人，给他些许贡品，维持不灭即可。若不愿收他，心愿了结后，送他轮回就是。贡品怎么给？多久一次？一次给多少？1年给他1次就行，如果不想给，也可以不给。还不用发工资？他失去肉身，修炼缓慢，但维持不灭，应该还是可以的。还可以不管饭。你可愿成为我座下义使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师傅，师意可以让兔子精住在这里面，有什么事换他出来即可。资本家都馋哭了，连住宿都不用安排。出来。土地公有何吩咐？哦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大黄，老师，周边最后一个村子消失后，10多年没有人类足迹了吧？是的，这里生活过的都是凡人，从来没有修炼者出现。我在豆田里施展了法术，估计是这个原因，把附近黄群招来了。那2个人类修士，他们察觉到黄群异常，肯定会找过来。师傅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出击。
做什么事情就专心致志的做，不要分心，不要走神，这样心猿意马，怎么修行？怎么学习法术？是师傅。这兔子精已经有100年道行，个头都快赶得上幼童了。你小子今日有口福了。都是师傅法力高强，手眼通天，换成弟子能不能活着走出北境大荒，都两说。算你懂事，没有为师，这会儿考架上的就是你了。谁？出来！造型不规则，边缘凹凸，是随处可见的石头，应该是精怪。精怪，小小精怪，竟敢欺负到我头上！师傅，我去灭了他！你这混账！忘了为师怎么教你的了？夜间阳气锐减，阴气大盛，魑魅魍魉、妖魔鬼怪实力增强。你有几条命？敢跑到黑暗里追他们？尸生卵化的畜生！真以为爷爷是你捏的吗？师傅，我怎么办？你待在此处，不要走动，我去宰了那些不知死活的畜生。开！畜生哪里逃？死吧！师傅威武！师傅，怎么了？没见血。糟了，我的葫芦！我本以为自己手段高明，玩了一手声东击西，没想到那些畜生也使了同样的计谋。对方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夺宝。可恶！藏头露尾的东西，有本事出来，跟你爷爷大战300回合！
那家伙好恐怖，还好我遁术精强，又有瞬间回城，否则真交代了。师傅，师傅真是料事如神。师傅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就咱俩，从他们眼皮底下把法宝偷走了。呵呵，我依靠土遁频繁换位置，从不同的方位发射弹丸攻击他，让他以为我们有很多人。这种事也就我能做，换成其他谁，肯定要被抓到，甚至杀掉。若非有土遁与法相顺回，换做旁人定被一剑斩杀。当真后怕，若再超出一步，这打法便彻底废了。没留下什么痕迹吧？我很小心，回来的时候还绕了远路，不会追到我们这儿的。这应该是一个封印类的符文篆字，看样子葫芦中收着了了不得的东西。兔子，出来！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葫芦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！你们竟然这么轻松就得手了，这才多久啊？从我报信到现在也就半个时辰，我本以为要等个3年5载才能帮自己报仇雪恨呢。怎么，我们应该打得很艰难，甚至受点伤才符合你的预期？不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太惊讶了，没别的意思，真没有。那个人类厉害得很，我们伤了小的，没能杀了他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抢了个法宝回来。心疼死他们，这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多谢土地公，多谢土地公。这些负能量，退！那俩人类当时是怎么使用葫芦的？你说说。他们的葫芦往外放小蚂蚱，然后把长大的蚂蚱往里收。你还记得他们的口诀吗？在葫芦肚子上拍3下，然后喊一声放或者收。是拍打葫芦前面还是下面？拍的是中间的凹槽还是葫芦的最底端？拍的时候是几根手指？有没有转动葫芦？用的空心拍还是实心拍？我当时没注意。你们也都早点休息吧，我去研究研究这个东西。看来兔子没说谎，那些蝗虫就是他俩搞出来的。连我自己都数不清到底埋葬了多少祸害，但我绝不后悔。要是由着这些祸害飞出去，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草木，全得被他们啃得一干二净。我操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连这些虫子的灵魂都不放过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重咒，之前那5行咒术本来就是册封土地公时写在上面的，500年都没变过，也就到了我手里，它才更新了2次。第一次是我祭炼法相浮现出2转法相的祭炼方法，第二次是开镰收麦，木咒后面又多了8个字。这次不一样了，这个重咒不是5行咒术，是特殊法术，可以对虫域施展此术，掌控虫尘，令其听从号令。要是重复施展，还能提升虫权实力。不错啊，这就多了一个驱使虫子的手段，多了一份自保的实力。1万香火，重纯而已，什么档次？
也配得上1万香火，这都够我施展10次降雨术了，或者给100亩农田来1次五谷丰登了。符照，你是系统吗？我是不是给你赚香火的宿主？那你是我的随身老爷爷吗？你是不是符照精？喂，你给个回答啊！掉线了吗？说，这周围有什么强大的精怪？快点回答我师傅的话，否则把你舌头割了，切成10段8段！蠢货，没用的废物！要不是道爷，你都死了180回了。说吧，道爷也不欺你，老实交代，给你个痛快，否则叫你亲眼看看禅苏是怎么练的。我说，此地向北3日路程，有一片山，里面有一群猴子，他们的大王叫吉吉猴王，好生厉害，打败了周围好几个山头的精怪。还有吗？有，此去向西1日路程，有一个荒废的人类村庄，里面住着一群狐狸，他们是生面孔，实力不清楚，应该不弱。没有比他们更强的精众了吗？没有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赶紧给我一个痛快吧！哼！卑鄙的人类，不讲信用！入你亲娘！你爹短，走得慢，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快？师傅，他说的好有道理哎！闭嘴！师傅，我是说他腿短走得慢，这半句话有道理，不是说另外半句。我说了，闭嘴，蠢货！这都造的什么孽啊！一天就杀了10几个精怪，不止，自己轮回的更多。真跑来告状的，都是死得惨、怨气重的。土地公，您要给我做主啊！我天天给你磕头，我被人杀了，你得给我出气呀！是啊，土地公，我们可都指望您报仇呢。那俩人类太可恶了，竟然把我大卸8块，还说我不好吃。你算啥？我的皮都被他们剥了，说要做靴子，我下辈子肯定要被踩着，不能翻身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！哼，是啊，可惜了我200多年的道行，我活到今天容易吗？我。入他娘的！那个人类逼我说这周围有哪些强大的精怪，我打死也没把大黄兄弟供出去。行，你们先在这儿歇息片刻，我这就去帮你们出气。委屈你们几个，先在这里面住几天。好，我就知道土地公不会不管我们的，别说几天，就是几年，我也愿意等。大黄、2黄、3黄，还有胡二，你们几个带上家伙跟我走，我们去杀2个人，你们留在这里，不要随便走动。对了，不要碰那个坛子。走，杀人去！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师傅，前方没有埋伏。我的意思，我已经到土地庙管辖范围的边缘了，无法再向前半步。要不，师傅您在这里蹲着，我们把他引过来。我正是这么想的。你自己去吧，
注意安全，打不过就跑。师傅，如果他们不跟我过来怎么办？这个葫芦你拿着，看到那俩人直接用。一旦这东西亮相，他俩肯定疯狂的追你，把他们往这边带就是。出了剑线，我的土遁顺回就失效了。怎么才能把这范围弄大点儿？师傅，为啥不叫俺们3个跟过去？胡二跑得快，打不过还能逃，就是逃不了，村里的其他狐狸也会护着他。你们呢？等会儿，胡二把他俩引过来，如果那些狐狸追过来帮忙，咱们就打；如果那些狐狸不追上来，咱就跑。跑？咱能跑哪儿啊，师傅？无需多问，跟着我跑就是。蠢货，碍手碍脚，滚远点！老家伙，你能修成6尾，少说也有300、500年的道行。可惜呀，可惜，你没了肉身，就像那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实力大打折扣。老夫就是只用1半修为，也能将你碾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吹大气谁不会？可惜呀，你恢复速度有限，没我持久。如果不能速战速决，拖到日出，呵呵呵呵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！可恶！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老夫的手段吧！老家伙，尝尝这个！可恶！童子血，你这老东西怎么可能还是童子？我不是，我徒儿是啊。老家伙，看你这次还往哪儿躲！等，老家伙，你可认得小爷的法宝？我认你大爷！哎呀，原来本大爷的葫芦在你那儿！宝贝，宝贝，看你了！啊！竟然是二哥！二哥化形了！用道爷的法宝对付道爷，真是可笑。二哥来救我们了！快冲啊！给二哥帮忙！帮忙？帮倒忙吧，赶紧跟着老祖跑。阿姐你呢？我当然是战斗。蠢货，还不用扶！妈呀！救命啊！哼，小小蝗虫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！昆虫里最危险的会是什么？蜘蛛、蚂蚁、蝎子都不是，那些东西动作慢，根本挨不着我。毒蜂才麻烦，飞得太快了，而且总是一群一群的来。这玩意儿扑上来就不死不休，死了毒针都能继续扎人。鬼知道这是什么蜂，吃什么长大的？这毒会怎样？会不会留后患？最安全的法子就是莫挨老子！一天功夫，他从哪儿抓了那么多毒蜂？难道他把方圆百里所有的蜂窝都掏了？不是我怕这些虫子，可这么耗下去，灵力耗尽也杀不完。几十个精怪都没问出来，这回送上门，绝不能再追丢。给我看！师傅，我还在这儿呢，我怕啊！这下完了，我这点符真未必够啊！不，师傅不会丢下我的，肯定是我的嗓门太低了，师傅没听见。
师傅！师傅！徒弟是重要，可跟葫芦比，他还不够分量。乖乖站住！道爷赐你全尸，再动一步，定将你挫骨扬灰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师傅到底蹲哪个草丛里呢？本来说好胡儿一到，我就撒腿开溜，谁知道这修士竟然这么生猛！我好不容易才攒出这点班底，不等了，各就各位。大黄守好正面，二黄看好侧面，三黄盯紧后方。好，拿命来！这是什么法术？如此邪门！给我滚开！精怪都怕火，这一下他必定会退。这是什么兵器，竟如此锋锐？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师父这一手真把他打废了。你这老东西怎么不追了？追啊！小爷现在就站在这儿，你来追啊！孽畜，道爷就是绑了双手双脚，也一样能摘你项上头颅。拿命来！剑来！妈呀！跑！不要！啊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出来！有种你出来！藏头露尾的鼠辈，你出来呀！来，和我决一死战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出来！有种你出来！撒批！有本事你下来干我呀！不对，他现在是元神，土遁高明的话，真可能追下来。溜了溜了，不行，我得再拖一会儿，否则大黄他们跑不掉。唉，谁让我是他们师傅呢？100米太危险了。怎么也得800米开外。上次偷葫芦的也是你。
你的土遁为什么会如此出神入化？你有这种实力，怎么会声名不显？我拷问几十个精怪都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你不是精怪，我明白了，你不是此方山神，就是此方土地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坏我修行！我要拆你庙，毁你神像！傻逼！反派还真是死于话多，大黄他们应该跑远了。回。你很聪明，发现了我的秘密，可惜你魂飞魄散了。早安，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。为了躲开毒蜂，耽误了10几个呼吸，可就这10几个呼吸，好像已经结束了。我错过了一场大战。元神被朝阳灼住了，肉身也被一击展开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杀他的人呢？有小弟的气息，而且刚消失不久。如果是小弟他们做的，为什么不搜战利品？他之前右手一翻，长剑就落入手中。这是装纸符的道具。师傅死了吗？我活得好好的。我是说那个修士死了吗？死了，死的不能再死。师傅，我们杀人了。土地公以前总说不能与人类交恶，可今天我亲手参与了。师傅，俺还以为您说着玩的，可惜俺那一下再快点，就能戳瞎他眼睛。无需自责，那修士无恶不作，先是豢养蝗虫，又残害精怪。我们杀他，往小了说是自保图存，往大了说是匡扶正义。若放任不管，被害的精怪只会更多。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起开，起开，赶紧，赶紧！我姐要进来。多谢土地公仗义援手，青丘狐族18口，感激不尽。明明是23口。太阳升起，我没法舔包。正要安排大黄他们跑一趟，没想到他送来了。这种事不能承认。阿姐，怎么了？这个还给你。多谢你相赠的百宝袋，只是我们有一个就够用了，多余的还请你带回去吧。我走了，你好好修行，好好做人。
阿姐，这个世界有太多身不由己，将来的我会不会也和他有几分相似？我想守护的人很多，可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，所以只能让他们远离。阿姐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仙家给青丘狐族的礼物，还望你收下。阿姐收下了。宝贝呀，绝对是宝贝，里里外外都是宝贝。嘿嘿嘿，师傅，俺觉得吧。你觉得什么？还是掠夺舒服，来钱快。咱以后专门杀人越货吧。是啊，种地养鱼太慢了。看样子又得给你们上一课了。不止你们，去，把所有成员都叫来。算了，别进去了。可是看不见啊。没事儿，能听见就行。那咱们混的还不算太差。大黄，把他们也放出来吧。是老师。下面的别踢我屁股！住单间也没什么不好的嘛。讲课之前，我想问问你们，这世间最强大的种族是谁？人类啊，这还用说？肯定是人类啊！老凶残了。我们3个一起上，还用偷袭暗算，可即便如此，也只是伤到他。若不是赶巧天亮，后果难说。如果是人类诞生之前呢？人类诞生？人类不是一直都有吗？不是吗？你们活得长，却见识有限。你们大多盘踞山头，几百年不挪窝，资讯匮乏，见识有限，连人类世界改朝换代都不清楚。很多知识和技能都是口耳相传，传着传着就传没了。为什么弱小的人类能够一步步壮大，最后超越万族，成为世界的主人，而精怪的祖先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连自己的祖先都忘记了？有多少精怪还记得自己的父母？精怪肯定都有父母，但未必都有娘养，有爹教。反观人类，族有族谱，县有县志，国有国史。他们知道先辈披荆斩棘的勇气，也知道先前发现火、创造文字、总结百草的智慧。所以，人类有共同的认知，不仅是对自己的，还有对族群的、对世界的。在某些方面，他们是统一的，而且是高度统一。统一？什么是统一？为什么不是统二？精怪有上万种，若能统一，数量和实力都远远超过人类。但是，为什么他们无法统一起来？因为没有共同的认知。人类崇尚劳动，靠劳动获取食物，可食肉的精怪想要生存，往往只有掠夺，掠夺其他精怪的血和肉，而掠夺会滋生仇恨，会滋生对立，会不断削弱团结，造成分裂，然后被人类各个击破，再也无法团结起来。甚至有时候，
精怪之间的仇恨远超过对人类的仇恨，他们就会站到人类一方，攻伐精怪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掠夺，不劳而获的根源还是掠夺。大黄，老师，你之前把抓到的猎物献给我，我怎么说的？老师说，那些猎物不是劳动所得，不是真正的贡品。您不能，也不会接受。是啊，如果我接受了，会如何呢？更多信徒会纷纷效仿，然后就会产生攀比，捕捉更大的鸟兽，颜色更鲜艳的鸟兽，甚至精怪。而你们也会习惯掠夺，养成贪婪的习性。总有比你们更强的精怪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死于非命。掠夺确实会获得财富，但只是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，总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，反而会因为战斗而减少。掠夺能填一时肚子，却不能保一世安克。但劳动不同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教大家种地、养猪了吗？胡儿，明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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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此一来，在我们仙家内部就达成了最基础的统一，这就是我们发展、壮大、崛起的基石。现在，你还想掠夺吗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老师，我们去清扫猪圈，顺便喂猪。今天不偷懒。我们去打扫鸡舍，顺便喂鸡。今天的鸡也要数清楚，不能少一只，也不能偷吃。兔子，你回去。是。蛤蟆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土地公，不是我自己出来的，您看，是他们在下面顶我啊。行了，你们都出来吧。感谢土地公为我报仇，我就知道土地公肯定会管我们的。多谢土地公大恩。这些能量又被符咒吸收了，也不知道这回会更新几个字。你们大仇得报，今后何去何从呢？我们要去轮回了。感谢土地公的大恩大德，如来生相遇，一定报答。妥妥的，下次一定。那好，我叫小狐狸给你们准备些吃的喝的。你们吃饱喝足，晚上就启程吧。希望你们来生能投胎成人。多谢土地公。人类的生活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美好，因为有一种人叫牛马。你们呢？土地公，我还有心愿未了。我还有别的去处。我想再去看一眼故地。也好，同样准备些吃喝，招待之后你们再上路。多谢土地公，多谢土地公成全。你呢？嘿嘿嘿，土地公，他们都有眼无珠，不知道跟着您最有前途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以后就跟着您了。那些鬼魂去轮回也好，投奔其他地方也罢，说白了，都是看不上我的小庙。
这蛤蟆也可能只是单纯给我碗杯。你知不知道轮回是有期限的？超过期限不去轮回，就失去了轮回的资格，到时候会成为孤魂野鬼，到处飘荡。知道啊，知道。死亡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了。冥冥中一股力量在呼唤我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那股力量越来越弱。我有种感觉，最多7天，那股力量就会消失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失去轮回资格后，一旦死亡，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？知道啊。如果我不死呢？我也想看看死亡的另一端是什么。你对我这么有信心？我修炼了300多年，却被人踩在地上折磨取药，最后连一点痕迹都差点留不下。而您做下几个只修行了1甲子的黄鼠狼，就能将那人重创，甚至杀死。我们的对话你都听见了？嘿嘿，我在最上面嘛，稍微能听到一些，可惜了，没能亲眼看到他死。我们打得并不精彩，甚至还有些狼狈。几十年前，我曾经路过您的庙，那时候大黄才这么一丢丢。我认得大黄，这才短短几十年，他就化为人形了。我只恨当初为什么没有拐进来看看，如果那样，我也能跟随您修行，早早化为人形了。你当初就是拐进来也没用，讨风可是来自异世界的力量啊！我有300多年的道行啊，相当于5个大黄了，3个大黄都能把那人重创，我5个大黄还不是把他搓扁揉圆？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等会儿给你做个灵牌，以后你就在我座下修行吧。多谢土地公。人无横财不富，杀人越货、打家劫舍，确实是来钱最快的路子。只是这种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。想来跟青葫芦一样，都是养虫子的。上面记载的应该是修炼功法。上面记载的应该是修炼功法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不是大商的文字，符咒是大商文字，我成为土地公的时候就已经通晓这种文字。也不是大周文字，就算我不认得，也该有个眼熟。可这上面的文字，我连标点符号都不认识。咦，这上面竟然有标点符号？不对，如果这是古代诸侯并立的世界，各地留下的记录未必都是同一种写法，有些地方的书写习惯可能和我熟悉的完全不同。这些帛书恐怕不是普通古文那么简单。麻烦了，难怪游戏里打到装备和物品还得鉴定。明明功法就在眼前，却如同天书一般无法理解。